嘿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 Enzo。那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呢，就是全世界目前最高画素的全片幅相机，就是 Sony A7R4。那不过呢，A7R4 其实已经上市好一阵子了。那我最近才拿到手。A7R4 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它那一块61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。那加上呢，它还可以用像素偏移拍摄到2.4亿画素的照片。那我觉得这是这台相机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相信各位应该也非常想看，就是2.4亿的画面放大起来，细节到底有多恐怖？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那跟各位解释一下呢，我的影片全部都是用 4K 的解析度所制作的，所以我希望如果你有 4K 幕的话呢，你开启 4K 的画质，才能真正体验到我所说的画质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照片。那这是6100万画素，我们直接放大到100%，这个建筑物的细节都非常的恐怖，非常的多。那接下来给各位看的就是像素偏移，它像素偏移有2个种类，一个是拍摄4张，一个是拍摄16张。那我先给各位看这2个拍摄出来的差异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，这是拍摄4张像素偏移所成功合成的。可以看到跟上一张比起来呢，摩尔纹都不见了，位色都不见了。那这是为什么？我等一下会解释给各位听。那叠了4张呢，它其实不会是2.4亿画素，它还是6100万。如果你是叠16张的话呢，这样子拍起来才是2.4亿的画素。我们看一下2.4亿的画素放大有多恐怖。这细节真的是以4倍的量去提升，这一点真的很厉害。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，像素偏移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它可以让解像力提升呢？这一点呢，其实要从感光元件讲起来。现在一般相机的感光元件呢，都是所谓拜耳式的感光元件，因为光是3原色组成嘛 ，RGB。所谓的像素点呢，6100万画素，它的像素点并不是每个点都有 RGB 完整的像素，而是说它用 RGB 这3个点排满了整个感光元件。那这样子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就是每一个点它不是完整的感受到完整的光，它一个点呢只感受到红色，一个点只感受到蓝色，一个点只感受到绿色，所以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出现？就是说你用这个排列的方式呢去感光一张照片的时候呢，就会很容易在条纹的情况下出现位色，就是错误的颜色。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大部分的情况就把它称作为是摩尔纹。那怎样可以避免这个状况呢？第一个就是刚刚我前面看到的，叠4张像素偏移之后呢，它就不会有摩尔纹的产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 RGB 所排列的嘛。当你感光元件移动4次的话呢，它可以把每一点的 RGB 都拍满，所以这样子就不会出现错误的情况。那叠16张呢，它就是把整张照片的移动范围更细腻，做到4倍的解析度，然后还不会有摩尔纹的产生。那这就是像素偏移的概念。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我 A7R4 确实是有上脚架的，但是我像素偏移16张回来合成之后，还是会有错误的产生。那这张照片就是放大100%可以看到，它边缘是有点不正常的现象的。那我觉得就是 Sony 在合成的时候呢，它真的是完全只是移动一小格去合成，它并不会在电脑端做任何比对的动作。所以当你的相机在拍摄的时候有任何被风吹到一点点的位移的话呢，这样拍摄出来合成就会出问题。那像手机的话 ，Super Res Zoom 就是 Pixel 的数位变焦的话呢，它拍完可以马上做比对的动作，让它合成的更完整。那我希望就是以后相机的像素偏移呢，可以更加的好用，最好是可以像手机一样，可以达到秒拍秒算完的结果这样子。那这边提个外话啦，因为我刚刚说拜耳式感光元件一定会有位色的产生，所以说有个最厉害的感光元件叫做 Foveon X3。那这个感光元件呢，就是由 RGB 3层感光元件，所以说它每一个点都是完整的 RGB。那我之前也使用过 DB 系列，它拍摄出来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它的画质真的非常优异，然后也完全不会有任何位色的产生。那它的缺点就是因为 ISO 很烂，所以导致就是我后来最后还是把那台相机给出掉了，这样子。
好，那现在回到 R4 的部分，就是关于 R4 的机身啊，它整体的握把深度都更深了。那我这边放一张图给各位看，就是它跟 A7 一代所对比的，它的整体的握把深度成长是非常的多。那握把变深这么多的优点呢，就是它的握感更好。你这样子拿着的时候更不怕它会掉，因为像以前我在用单反的时候呢，我常常这样子挂着相机都不怕。那用 A7 系列的话呢，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它的这一块太小了，所以会导致你这样挂着会有危险这样子。那不过这是因人而异啦，就像是我自己旅行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 A7 一代的机身，因为我觉得旅行就是要轻便。所以关于机身的握把深度这种事情呢，就是看个人取向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来稍微聊一下录影的部分。录影的部分的话呢，当然是它录影的对焦是有提升的，但是我并没有很在意那个部分，我比较在意的是录影规格的部分。人家都在 4K 60P 了，你还在 4K 30P， 而且你还是 4K 30P 100 Mbps， 这位元率很低耶。Sony 你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在录影的规格方面多一点进步？不然以前 Sony 其实是领头羊，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呢 ，Panasonic 的规格都完全胜利出 Sony 的规格了。所以我希望 Sony 的录影可以再进步。那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录影的部分我就没什么测了，因为画质也不会进步嘛，所以我们就跳过录影的部分。好，那现在到总结的时间了。A7R4 适合怎样的人呢？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拍风景的人的话 ，A7R4 确实非常的适合你，而且加上你在拍那种完全静止的风景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它的像素偏移拍摄2.4亿的画面，让你的整体风景照的画素非常非常的高，回去放大看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爽这样子。那我还有个感想就是它的RAW档档案真的好大，它一张都是100 MB 起跳的，像我平常在用的 R2 呢都是80 MB，那这次都是100多 MB 起跳，档案量真的非常的大，所以你的储存空间需要更多。那每次的画素成长呢，网络上都有很多网友在嘴说画素那么高要干嘛？我觉得画素这种东西一定是会一直成长下去，是不可能倒退的。而且之后呢，我相信全片幅也会进入到1亿的范围这样子。像我自己当年很早就开始使用4200万画素，而且我也很习惯4200万画素。我在后期呢有更大的裁切量。当然呢，如果你是拍摄6100万画素的话呢，回去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做裁切。不过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，i7R4 我并不会去做购买，因为以目前来讲，我觉得4200万画素已经蛮够用的。那再来就是它的录影规格并没有提升，我个人比较期望呢有 4K 60P 的 Sony 相机所出现。好，那这次的 R4 上手体验就到这里了。那有任何关于 R4 的问题呢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跟我还有网友一起做讨论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兴趣使然的摄影师 Enzo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